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是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请大家要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最近这个不第95的汽油津贴，政府到底会不会考虑将 T20 的族群排除在这个补贴之外呢？这个课题这个星期真的是炸开锅，大家讨论的非常的热烈。为什么大家会讨论这么热烈呢？因为这不仅是引发了关于国家财政负担的一个讨论，更在这个 T20 的族群当中呢，其实让大家也感觉到有一些忧虑啊。今天我们特地就请到了理财专家、作家，同时呢，他也是对于最近的这个时事还有政治提出很多精辟看法的周志强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艾姐好。是，那其实老师你最近的这篇文章啊，真的是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啊。你在文章当中你就点出说，这个补贴重组其实最容易被忽略、被牺牲的就是那些奉公守法、靠专业以及用劳力来打拼的中高收入的这些打工族。那么这一个族群呢，他们在统计的数据上面呢，其实是虽然看起来很像是高收入族群，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给他们一个名词叫做勉强不穷族啊。那今天我想请你从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施政以及个人理财这两个方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那首先你在这个文章当中，你很精准的描绘了这一群的这个边缘型的中产啊，像是什么医生啦、工程师啦、企业管理层等等这些专业人士，你认为单靠这些收入门槛来切分补贴的资格，它其实是有盲点的啊。那盲点在哪里？那为什么这些边缘型的中产这群人，他们会有这种强烈的很像被遗弃的感觉呢？OK， 首先我先讲一下，可能我稍微提一提为什么会写这个文章，因为其实我是有感而发的，因为我在我脸书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在里面，然后甚至有很多的其实点评人很喜欢点评的点评的，他们也是一般上都属于中高收入者，但是他们可能并不是做生意、做企业或者各方面，但是他们是中高收入。我可以看到这一次他们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抱怨跟埋怨，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是有感而发而写。然后在写的时候，其实我感受到政府在面对这次全球油价高涨的时候，他显得有一点慌张了。所以当他们在慌的时候，他们手上能打的牌，就是因为这个津贴这个问题好像越来越少，所以他就不断重复这种老掉牙的招数，就是要减少津贴啦这些的东西。过去不敢用是因为他不敢用，因为他知道用了会有后遗症特别是可能在政治上的一个考量的情况。现在慌了，他就仓促拿来用。所以当他以中高收入者为指标的时候，他的盲点是在哪里呢？因为一般上这些中上阶级的人是最难避税或者所谓我们讲的非法跑税的。因为这群人基本上他有一点就是凭真材实料，凭他的专业，凭他的脑力，凭他的体力去工作换取这个收入，而且是通常都是非常的就是透明的这一切。所以基本上这一些人他可以说是很实实在在的在缴纳税的这个情况里面。所以当他们觉得当政府有难的时候，却在下手要拿到就是要征更多税或者减少津贴，竟然往他们是最负责任最良好的公民的身上下手，哇，这种感觉就肯定就非常不好。而且如果你纯粹以收入来作为财富的指标，这个对于富二代怎么看呢？所以富二代他可能他是工作拿很低的薪水，但是他有很大的这个家族的这个支撑，他在家住跑车但是他在家住很高使用油量，但是他可能还可以用作这个津贴。当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至少在观感上在看到的时候，这种是很贴实的感受。再说分分钟这些中上阶级的人也在扶助这一些人，所以这种的感觉我可以感同身受了没错。其实您也有在文章当中提到说，这一群人其实他们是最支持现代文明价值的，然后也是最给予政府
改革，然后他们也是最耐心的一群啊，所以他们最讨厌贪污嘛。没错，其实现在其实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贪污舞弊的事件呢。其实你说在新政府上台之后有没有少？我相信这些都是大家心里非常有感觉的事情，大家都是看得到的哦。但是在我们没有进行很多的这种改革都还没有进行到位的时候，但往往牺牲的总是人民的荷包。这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个政策处理不当的话，这种类似怎么说呢？就是惩罚努力工作者嘛，这种相对剥夺感哦，会对马来西亚的整个社会的结构跟政治信任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的，当一些在努力，特别是这些专业人士，当他们在努力就是为国家努力付出的时候，当他们发现到他们并没有被公平的一个对待的时候，或者合理的对待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有一种挫折感。所以这个也就是会造成另外一个就很明显的人才流失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很像我们讲，像医生，就举一个例子，就像医生是很明显的。很多时候，很多人拿马来西亚跟邻国比较一下，或者跟外国比较一下，先进国家比较一下，我们的医生的这个收入都是偏向，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距离了。然后跟邻国比是差很大的一个距离。很多时候，很多人愿意还是留在马来西亚，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生一世长一世，有一种想要奉献，也想要就是留在这个国土上。但是如果在政策上，在对待这些中产阶级，就是社会的就是比较倾向精英分子，也就是为国家创造更大生产力的这些精英分子，如果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其实它会促成更多的移民去向外国去发展。所以这个到最后，其实它就会进一步的打击马来西亚要成为更有竞争优势的一个国家，因为人才是整个国家成长、整个国家发展最为核心的一个资产来的。其实我看你这边也不是说反对合理化补贴，你是赞成的，对不对？对，我是赞成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共识，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是大势所趋哦。对。但是其实我们也想强调的就是，人民想要看到政府一起承担，因为往往看到需要承担的时候呢，都是把人民推在前面。那你有提出说政治委任职位要带头减薪，甚至我都认为，其实政府现在有太多政治委任的这种职位，是不是也应该要减少呢？那这个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些部长们是不是也要带头减薪，甚至检讨臃肿的部门？那您怎么看这种实质上的这个政治上面的财政上面的这个帮助大，还是说在安抚民心、展现改革政治意愿上面的作用更大呢？其实，如果坦白讲，你只是扣薪水，要从这个减低他们的薪水来拿到所谓的很大的回馈给社会，其实这种金钱上的这个好处可能并不是很大。但是其实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我觉得一个思维，其实我们讲很多时候降低这个薪水，第一，首先我要讲的是，当部长、当议员他自己本身减少大概20-30%的一个薪水的时候，我坦白讲，如果真的是靠议员薪水过日子的这议员，他一定能感同身受了。因为我跟你讲，感觉最强烈就是自己的钱包痛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人民的一个痛。所以我要尝试讲的意思是，第一点就是让真正的这些大议士或者是政府的这个官员，他可以感受得到这个钱不够用的一个痛苦的时候，他第一，他就会更关注人民；第二，还有就是他给人民会更容易就是同理，就是你确实作为政府的领导，你确实有关心，你确实是想要从政府的角度带头去减低这所有的一个开支。其实这个Isaac，我讲的是我刚才有去稍微 check 了一下，你知道吗？马来西亚有32个正部长，我们不要再讲第一副部长还是第二部长还是助理部长这些东西。你知道美国只有20多个，新加坡也是只有20多个，然后我 check 韩国这些也可以说是马来西亚是最多部长的一个国家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当我们讲减薪这个东西，或者是就是减薪啊，从这个政府委任的官职或者这个政府体系里面，其实就是要带动个比较正向的，包括整个政府，可能你根本都不需要这样多部长，你部长可以这样多，你就可以想象下面的高官就更加的一个多了。
所以每一个部长又再去委任他的一个高官，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有一个非常臃肿。所以如果政府真的是要人民节省，每天你建议人民节省啊，要懂得精明的这个去规划啊，其实我讲老师，政府本身它就必须实实在在的以它的这个魄力去从政府里面去做瘦身的这个动作，然后你从政府的瘦身动作里面才可以让人民感受得到政府的这个意志力跟政府想要推动的这个决心啊，这个我觉得才是重要的。但是说到要让政府机构瘦身啊，这个是历届政府很像都很难去改变的事情，因为我们也看到说目前的这个政治现实之下，有太多不同的人都要来分这个猪肉。但是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可以给我们的政府说，他们其实是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来推动这些改革的？对，而且我刚才同意你讲的，就是这个啊，我同意讲的什么，这是从过去到现在政府领导的理由啊，认为很好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动这个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样多这个臃肿的一个部门，因为它会产生很多的负面的，特别是在政治上的产生负面。但是我想要讲的，就刚才我在前一段讲了，你可以从部门的角度里面就减低啊。你在部门的这个是政府自己本身，你就是掌权者，你在部门的这个角度里面，你都不愿意这个下手大刀阔斧的让整个政府精简，让整个内阁精简，所以你内阁没有办法精简，那肯定就是你从就是我们讲鱼头，你本身都有这个思维的话，你怎样下到手？去在臃肿的官方体系，就是政府体系里面，再去做这个删减，再去做这个精简呢？所以我觉得它真正的什么，当你没有明确的立场、明确的方向、明确的原则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推动这个精简这个部分到位的。对，那像过去他们曾经批评过过去的像国政时期，对呀，有太过臃肿的政府部门太对呀，多，但是对呀，这个西蒙自己当上政府之后呢，也如法炮制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但是周大哥，你这边提了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方案就是你说这个发行5年期特别国债，鼓励大企业以及真正富有的阶层来参与哦。可不可以来谈谈这个5年期特别国债，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其实我们现在政府因为津贴这个汽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很大的一个开销。但是津贴石油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津贴多少或者是多久，这个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初步的这个评估。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观察的话，照理就是我们讲这额外增加的，就是因为这个打仗而造成的油价上升，它可能这个的我们是针对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突然发生了，针对这个问题，它可能是3个月、6个月或者1年的一个状况。这样这个状况里面，政府需要额外多少的资金来让这个全民一起度过这个挑战？我觉得当政府从这个比较大的宏观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样我们就会回到我要如何准备这个资金来解决这一方面的一个津贴，来解决这方面津贴。这样其中一个考量点，我的想法就是，它可能可以与其就是现在只是在3的一个部分里面，可否考虑就是让一些比较富有的、比较有资金的，或者就是大企业或者是一些巨富们，就是通过某一种角度来证明他们其实为国家好，然后支援国家，让国家有另外一种的资金跟人民一起度过这一次高油价的一个挑战。特别是什么？特别是针对高油价，可能也是有某一些公司会受惠的。这某一些公司里面，更应该就是协助国家度过这次的难关。当然，也并没有说就是叫他们出钱。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可以就是比较低的这个政府的一个债券，他们购买了低政府债券，然后让这个债券可能是5年过后满期，或者3年到5年过后满期，他们还是可以拿回一定的他们的这个本钱。然后只不过是说，让这个时候国家需要更多的资金的时候，他们可以贡献。其实我在这里其实也是想要补充，这个是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想法啦，就是针对
这个财富分配嘛，让有钱的这个财富分配来协助国家一起度过这次难关。另外一个，其实我刚才其实没有提到的，我觉得我在这里想要补充一点点因为我在放了那个贴文过后，有一些人也提了一些建议，其中一个建议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一个好的，就是关于这个津贴的部分，如果你要更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包括这个 T20，其实你可以从就是因为政府一直讲，有一些人他一个月都用不到100L，有一些人一个月用不到50L，你可能可以针对就是就是第100个公升，你是给予这个特别的这个就是就是第一个等级的津贴，然后200这个公升的时候，另外一个等级，300这个公升另外一个等级。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个角度里面去做规划，这样它就不会只是针对性 T20的人还是怎样，它就真正的针对性是使用量的一个人。现在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IC 已经是可以在打油的时候直接就是用 IC 来决定来控制你的这个打油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建设性的一个意见来的，这个方法。对，其实也有人提出疑问，说如果大部分人都不会受到影响的话，那又为什么要调整呢？那要调整的话，是不是有更聪明的方法？就像刚刚周大哥所提出的这个建议啊，其实我相信，在遇到难题的时候呢，应该在国家的层级，它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去使用啊。但为什么偏偏我们的政府往往想到的就是拿人民的荷包开刀？这个如果政府的施政往往都是让人民觉得无所适从的话，那看起来我们只能够靠自己了啊。那周大哥，回到你的这个专业当中，就是理财的部分啊，当这一群的 T20边缘的专业人士，他们如果真的是真的这么不幸啦，我们就是失去了这个不第95的补贴的话，那连带的效应包括了像是通货膨胀的效应啊，还有我们的固定支出呢就会增加了啊。那面对这种所谓的财务缩水，你会建议大家如何重新审视自己，还有调整家庭的现金流呢OK，当然从理财的角度来讲，一般上我们一定是说，就是说他要重新去规划他的现金流，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要重新的去精明理财啦，就是把该花的就是想要跟需要的东西重新去做排列这样子的情况。然后一般的这个中上阶级的人有一个普遍上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赚多少就要有那个身份的一个象征，这是一般常常会出现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了所谓的我们传统性的一个高收入，在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不见得真正的就是过去20年前高收入可享有的东西。现在高收入，当你在还了房期贷款、你的孩子教育费，甚至一般的汽车贷款过后，你就发现到真的是所剩无几。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好好的去审视这个自己本身的现金流。不过对于 T20的这些的特别是受高教育或者是有这个高等教育，同时有知识、有专业技能的这些专业人士，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反而更要去思考如何让自己本身的能力跟技能可以得到更大的这个发挥的一个空间。有时候我这样就用什么效益外溢就是说把你自己本身的一个能力有没有可能，就打一个例子，你本身在你的专业里面，你可能确实是需要让自己的能力在其他的一个领域也受惠。他可能在某个行业里面他是高管，他也是那一方面的专才，他可能就可以做一些顾问式的一个工作。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这个年代，你已经要靠单一的这个收入或者单一的自己固有的这个每一天固有例行公事的这个工作赚取足够的这个薪水，是有一定的这个挑战。所以你必须是突破，去用不同，去用更多的这个以你的这个才华跟能力里面，去用其他的管道去赚钱。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药剂师，我也是发现到药剂师在这个年代里面，他们可能也是属于 T20或者接近 T20，但是基本上他们也面对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他们可能都要掌握如何去用直播，如何经营自己本身的这个social media，用这一些的一个方面来扩大自己本身的一个收入。我觉得这个是 T20群体需要思考。还有一个我想要假设，如果你是用知识性的一个角度的话，你可能
我个人啊，我个人觉得，其实在这个 AI 时代的一个来临的时候，如何让自己本身的专业可以踏上 AI 的这个时代的一个来临里面，让你去创造另外可能来提高你的这个效率之外，同时创造另外的收入的一个可能性，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潜在的一个空间啊。嗯，好，那如果我们是在这个资产配置跟这个投资策略上面呢，你觉得面对现在的变局，我们应该要来做出一些怎么样子的改变哦，以避免陷入这种高收入低净值的中产陷阱当中？OK，其实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而且从财务规划的角度，每一个人其实都一定要掌握投资的这个能力。这个投资的能力就是投资的知识跟投资的这个可以赚取高于通货膨胀的能力。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刚才我提的是专业人士应该要有让自己可以赚更多的收入的可能性，在你的专业里面去延伸。但同个时候，在理财的一个角度里面，你必须要学习。我觉得他应该要就是分配出时间，想方设法去学习跟掌握投资的这个能力。因为在现代的资本市场里面，你要就是让钱赚钱这件事情，但钱赚钱这件事情，它其实是需要这个专业的知识跟专业的这个经验，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个累积这个经验。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很鼓励专业人士，如果你真的没有足够的时间的话，我会鼓励你真的好好找一个财务规划师，或者是有经验的投资顾问，协助你一起去完成投资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没有让你辛苦赚回来的钱产生高于通货膨胀的一个回报率的话，你就会觉得是非常的一个辛苦的。只有让赚钱这件事情产生过后，你才可以让你的这个理财会更加的这个，就是我常讲，就是这个理财这条路里面会越走就越宽啊，心也会越宽一点。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会卡住一个钱不够用的一个状态。这是我特别想要针对，就是这个 T20的朋友们，真的认真的为自己本身做一个更全面性的财务规划，学习掌握投资理财这件事情。嗯，那节目最后呢，其实可不可以也针对现在感到非常的焦虑哦，甚至可能对于现在的制度啊，还有公平性啊，大家或许都会觉得可能已经是在这个失去信心的边缘当中哦。那么对于这个族群来说，最后这个大哥你有什么样子的鼓励的话给大家吗？其实我虽然写了那贴文，其实我不是比较积极正面的，我是比较积极正面的。讲老实话，我看到马来西亚，其实对比我们说其他的一个国家，不管是在亚洲的一个国家，我看到就是我们的台湾，我们看到这个印尼也好，泰国也好，或者我们看到菲律宾，或者我们看到这个海外的哈，其实马来西亚现在相对的跟这些国家比较，我们的生活成本其实还比较低一点的。但是这个生活成本比较低一点是多久？我们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多久？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挑战，马来西亚现在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其实是我们有一个好的这个环境，OK。然后我们国家的人民基本上其实摒除政治因素的话，大家都是相当的善良，都相当的和谐，都愿意的相互的这个帮助的。我个人觉得，所以基本上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面对的就是有一些时候，例如就然这个汽油补贴、津贴这些东西，我们即使这一块的话，马来西亚的汽油也相对在区域内我们是比较低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只不过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感受不到政府的合理跟公平的一个对待，这种的一个才是让这个T20人有一种挫败感这个情况。所以我想要讲的是，当我们往宏观去看，比较宏观比较大的局面去看待，其实我们还是在一个不错的环境里面。我觉得作为特别是 T20的一个群体，我们应该往更积极乐观的一个一面去看一看，就是在我们的能力跟才华的一个范围里面，是否可以创造更大的这个价值。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自信，跟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积极性，去来面对我们的一个未来。马来西亚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潜能，可以更上一层楼的。只要是我们的政治人物，他更加的就在执行上是更加的一个到位的话，我觉得马来西亚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OK，这是我的一个是。看法。
是，就像周大哥所说的，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情况呢，也没有不至于这么糟糕。在区域当中呢，我们其实还是表现得不错的一个国家，所以不至于到这么焦虑啊。而且就像刚刚周大哥所提醒大家的，要掌握投资理财的能力，在这个变局多多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当中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好，今天再次的非常感谢周志强大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那对于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呢，大家不晓得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欢迎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也不要忘记来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